好，那今天我们就讲一讲谷歌 TV 在2024年发布的 Google TV Streamer 这个新产品。那么这个新产品的定价呢是99.99美元。其实不管是国内的网友还是国外的网友，都是对这个价格觉得不太亲民。那所以说很多人其实最终不会选择它，但是我还是买了一台，花了1100块钱。那么大家请不要模仿我，因为我这个频道实际上就是给大家一个窗口，介绍一下全世界各地的这些影音设备。这次这个新产品的命名呢叫做 Google TV Streamer， 通过它命名，大家可以看出它依然是定位于流媒体的串流设备。虽然说它的外观长得像一个电视盒子，但它其实并不叫 TV Box， 也不叫做 TV Player。所以像一些非常硬核的，像是本地播放的视频的目标啊，比如说这个音频直通这方面，它肯定就不太擅长。但是这里还是卖一个关子，后面我们接功放展开测试一下。除了外观上的一个明显变化，这次还新增了呼声比较高的有线的以太网接口。那这个接口可能是配合这个 Thread 协议完成一些智能家居的一些东西。但是其实谷歌的这个智能家居呢，可能用的人并不是很多，至少我本人是不再用的。可能平时我用这个 WiFi 比较多。而且 WiFi 我觉得就已经足够了，反而是我觉得感知最明显的就是存储空间，它这次终于升级到了32GB， 然后内存方面也升级到了4GB。这一点呢，对于牙膏大厂来讲呢，简直太不容易了。对于这样的一个配置，其实正好就是4年前网友所期待的配置。对于这种延迟满足，我只能说是又爱又恨。用了4年的谷歌 TV， 其实谷歌这个品牌对于业界而言，并不是提供一个高规格的硬件产品，而是想提供一个不断完善的系统，谷歌 TV 系统。所以我觉得它的野心就在于普及谷歌 TV 系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近几年来就是不管是海外的电视机还是海外的电视盒子，基本上就开始预装这个谷歌 TV 系统了。所以我觉得这才是它的根本的目标。而事实上，这个谷歌 TV 系统在系统设置的完善度方面，那确确实实要比其他品牌略胜一筹。那么谷歌 TV 系统设置菜单呢是逻辑清晰、层次分明的。而这次谷歌 TV Streamer 这个产品呢，它直接跳过了安卓13的版本，直接升级了安卓14。但安卓14呢，大家都知道其实是版本比较高的，所以说部分应用呢是没法兼容的。比如说咱们耳熟能详的当配市场就装不上，但是呢有其他的平替的产品，这个沙发市场是直接可以安装的。而且我觉得适配不用着急，因为这是早晚的事儿。再有就是像国内的一些优酷、腾讯、爱奇艺表现怎么样？后面我会展开测试一下。好了，前面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开箱，一睹为快。那这款盒子呢，大概已经是发售了2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吧？然后今天才拿过来给大家开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外包装啊，跟之前不太一样了，有点过于环保了，给人的感觉是有一点点简陋，因为感觉很薄。这个是2020款，大家可以看到2020款的这个包装看起来还比较精致。那这个盒子的外包装上有一些小字，关于它的一些配置。简单的说，就是一个4K 双杜比的一个电视盒子，它的具体规格呢是4+32GB。哎，没错，这次谷歌终于良心发现了。然后后面也是采取这种，好，那我们这样一撕，噔噔，哦，里边还有一层。好，这个是它的电源适配器。哎，这次的电源适配器怎么是这样子？哦，这次这个电源适配器还是这种的。好，这个是它的遥控器。相比上一代呢，比上一代稍微长一点。OK， 这个就是机器的本体了。从左到右，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按钮估计是配对用的。然后这边有一个 Type C 网口，这个网口应该是千兆的。然后这边是 HDMI 接口。整体看起来非常的简约，然后最下面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是一个防滑垫，附赠了2节7号电池。再看一下这个，还有一个说明书，这个说明书看起来也是有点果味十足。哦，这边还有一个，这个是数据线，看样子像是1.5米左右。好，摆出来总共就是这么多。接下来呢，2代的这个遥控器对比一下，那左侧呢是上一代，就是这个蓝色的，右侧是现在这一代。很明显的比上一代要长了一小节儿。仔细看一下它们的区别，应该就是这个音量键。大家看一下，这个在侧边，然后现在这个音量键应该是在这个面板上，其他其实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好，再有就是这个右下角有这么一个星号键，这个星号键我估计是用来就是自定义用的。那这边多出了这么一个位置，我估计这个是小喇叭的位置。就是这一代遥控器呢是多了一个找回遥控器的功能，它会滴滴的响，总体还可以吧，就是谷歌 TV 的遥控器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首先呢，我们打开 AIDA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谷歌盒子的基础的一些配置情况。那打开之后，左侧可以看到这个是系统。那目前它的 CPU 呢是 MTK 的8696，那并且呢内存呢是4GB 内存，存储空间呢目前剩余是24GB 左右。其实它的规格呢是32GB，可能有一部分是系统预留了吧。然后这边是中央处理器。当然还是以32位模式来运行的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这个显示，这次呢它终于使用的是 4K 的 UI 分辨率来渲染这个安卓的应用的，之前都是 1080p 渲染的，这次呢改成 4K 了。那这一点呢实际上跟这个 ONN 电视盒子，就是我们上一次评测那个电视盒子是一样的，所以当它是 4K 显示分辨率的时候，在电视机上就会显示的比较清晰一些。那谷歌 TV 新版的界面，我相信各位早就已经非常熟悉了，由之前的长图标改成这种圆图标。对于一个盒子来讲，其实重点要看系统的设置。首先我们点到右上角，点击设置，显示和声音对于一个电视盒子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第一项 CEC 咱们就不用说了一般电视机和这个电视盒都支持。然后文字缩放这个适合这个，比如说眼睛不太好的，你可以把它放大。这一项呢是匹配内容的动态范围。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 HDR 自适应，我们一般都会把这一项勾选。当你电视机支持 HDR 的时候，播放 HDR 影片，它就会自动点亮。然后这个匹配帧率呢，可能是跟这个电视机有关，所以我就不在这里多讲了。如果你的电视机支持这个匹配帧率，你可以把它打开。再有就是这个分辨率，默认情况下呢就是自动的。如果你电视机是支持 HDCP 保护的这种，它一般都可以点亮 4K 60赫兹。但是有一些老的电视机，比如说7、8年前的，有可能最高支持 4K 30赫兹，那这个就没办法了。4K 30赫兹呢是没法点亮这个奈飞 4K 的。这个跟 Apple TV 不一样 ，Apple TV 呢对于老电视兼容是非常好的，有些老电视呢可以点亮 4K 50赫兹4K 50赫兹呢奈飞也是可以点亮 4K 的，这一点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当然了，我相信买这么贵的电视盒子也不见得去配这个特别老的电视。高级显示这一块呢，其实无非就是格式选择默认就自动的就可以了。具体的回头我们再测试。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下面多了一项就是音频选项一般的电视盒子是没有这个选项的，就是增加了一个音频调节器，有可能是平衡这个声音的，但我也不确定。然后最下面有一个对话增强器，这个可能是对于人声的处理可能有一个提高的作用。最后一项是高级音频设置，默认情况下也是自动的。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显示格式里面展开看一下有一些是停用的。为什么停用呢？因为我目前接的是采集卡所以它没有点亮这个杜比 True HD。具体它支持到什么程度，哪一个支持直通，哪一个不支持直通，后面我们接功放再做测试。好了，再来就是大家比较头疼的这个网络和互联网。所有的安卓原生盒子它都是有这个毛病的，就是网络受限这个毛病。没办法，因为它的这个校验服务器本身就在国外，那一开始你连接的时候它就是连接不上。关于这一点呢，可以参考我这个盒子助手 Docker 版那个视频。当然我可以给大家提个醒，如果说你首次连不上网，你检查一下这个 Password 有没有开启这个 UDP 如果没有的话，请把这个 UDP 也勾选一下，先让它保证可以联网。如果激活之后再可以把这个 UDP 再关掉，因为 UDP 可能会影响咱们国内的网络。如果是小猫咪的用户呢，基本上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小猫咪的话，就建议大家使用 TUN Fake IP 模式。关于这个隐私设置，我们把安全这一块使用 Play保护机制把这两个选项都关闭，不然的话它会影响到咱们第三方安装软件。再来就是开发者选项默认情况是没有的，你可以启用开发者选项，这样就可以很方便的去调试，包括你的第三方软件都是依赖于这个选项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在首次使用的时候先把它打开，等你把所有软件都装好之后，你可以再尝试把它关闭。OK， 关于这个遥控器配件呢，其实只要是蓝牙加红外的遥控器它都支持。这次它增加了一个查找遥控器的功能，当我们点击的时候它就会响铃。这个机身的这个按钮也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你点击的时候，比如我们现在点击一下，好，那你目前看到就是油管，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已经点亮了 4K 并且目前当前这个编码也是 AV1 的就是做这个测试呢，就是告诉大家，其实这个 CPU 呢是支持这个 AV1 的编解码的，然后目前色彩映射都是正常的。这油管也没什么好说的，其实油管对于这个设备是没有太多的门槛的，只要你芯片这个没有什么异常发热的现象播放 4K 60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快进快退再看一下 OK， 这都是没问题的。那奈飞这方面呢，我们也测试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支持这个杜比全景声和杜比世界的。奈飞跟油管是一样的，就是有些片子呢它是
直接给你推送的 AV1 的这个视频的编码。这个怎么说呢？这个 AV1 其实对于资本这一方呢，可能是有利的。对于咱们来讲，可能也就是节省一些梯子的这个流量。那比如说影后这个片子，好，播放起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左上角这个地方已经显示了当前的一个码率，这个码率是实时动态的啊，不见得就是这么大的一个码率。因为我见过 4K 的影片，一般最高的可能达到20兆左右。然后这边呢是它的当前用的这个编解码，现在用的是 AV1 的。有些杜比世界的它会显示杜比世界的这个格式，这个信息怎么调出来？我已经出过单独的视频，大家可以去自己看一下。那么这个是奈飞，我们再测试一下杜比世界的片源。那比如说这部片子吧，叫《黑白大厨》，我们播放看一下。好，现在已经播放了，大家可以看到左侧的那个视讯的信息，写的是编码器是 DV5。这个 DV5 呢，就代表杜比世界5的意思，所以目前确实是在杜比世界的格式在播放。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试这个迪士尼。其实相比于奈飞而言呢，我觉得迪士尼的门槛更低一些，而且这些年它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风控这方面，其实还是迪士尼管得更松一些。这个奈飞呢，就是太严格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手机啊、平板电脑啊，包括你的这个网页端都可以播放，但是这个 TV 端就是播放不了。所以说，实际上它的这个使用门槛这几年越来越高了。所以其实大家也不妨尝试一下迪士尼。好，这个迪士尼呢，我们也找一部影片啊，比如说这个《狮子王》吧。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狮子王》呢，片源呢是 4K 杜比世界和杜比全景声的。当然，这个杜比全景声是流媒体的那种全景声。好，那现在就开始播放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前确实使用的是杜比世界不过这个全景声呢，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点亮，好像是个 bug。我斗胆怀疑，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迪士尼 Plus 采用的是这种杜比数字 Plus 这种全景声啊，因为它是不支持的，这只是我的个人猜测。版权的原因就不在这里播放了。这些所有流媒体呢，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因为这个就是它主打的一些个方向。首先我们来到系统设置，点击这个显示和声音，点击高级声音设置。我们要确保目前是使用自动的模式，因为自动的模式才比较准确。好，那接下来我们使用 Ambi 这个软件来测试一下本地的，比如说杜比无损以及 DTS 这些次世代音轨，看看它能不能解码。那首先呢，我们先测试一下这个 DTS 吧，看看 DTS 能不能播放。这个影片呢是北极奇观，它是 4K HDR 的，而且是 HEVC 的。目前的音轨呢已经定位到了这个 DTS HDMA。好，目前呢已经播放起来了。那说明呢，它其实是可以解码的。那虽然是可以解码，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它的这个解码之后呢，是一种降解，是显示的是 DTS， 而不是 DTS HD Master。所以说，它虽然说可以播放，但是其实是有一定的缩水的。返回之后呢，我们再找一个杜比 True HD 的，比如这个阿丽塔。那么这个阿丽塔呢，它就是有这个杜比 True HD 无损。我们点击播放。可以看到整个加载过程实际上是非常快的，但是是黑屏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进度条是0，是没有走任何进度的。功放上显示的是关闭的状态，所以是没有任何解码的。然后我们这边呢切换一下，我们从杜比 True HD 切换到普通的杜比数字。好，切换之后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就已经播放出来了？所以说像杜比 True HD 这种杜比全景声的无损谷歌 TV 是无法解码的。遇到这种片源呢，大家只能是自己切换一下音轨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找一个直播软件做一个测试。最近在用这个我的电视这个软件它是支持 IPv6 的，我们打开看一下。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速度也是挺快的。这个软件怎么说呢？就是目前是可以用的，我不太清楚以后能不能用哈。然后可以用上下键去播这个台，还是挺方便的。然后这个软件呢，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我觉得体验比较好的，而且它 UI 呢也跟这个谷歌 TV 比较搭配这个是这个软件的一些设置情况。而且这是一个开源项目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它的 GitHub 上去看一看。好，那这个是关于直播这个方面。那可能有小伙伴关心说，这个优酷腾讯爱奇艺能不能播放，或者说能不能安装？如果想安装这个优酷腾讯爱奇艺，我建议大家呢，直接安装一个沙发管家，因为这个沙发管家呢是可以兼容的。在这里面呢，大家就可以安装这个优酷腾讯爱奇艺。OK， 很快就已经下载了，然后呢这边就可以安装。OK， 就是这样一个提示，这个没有关系不影响你使用，点击同意就行了，点击允许。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界面就出来了，而且速度还蛮快的。
那总结一下，就优酷、腾讯、爱奇艺这几个比较常用的，我都已经测试过了，都是可以播放的。这个呢就是播放的一个具体效果，大家可以看到优酷、腾讯、爱奇艺都可以安装并且播放。我这边呢不是每个会员都有，所以就是展示一下。那可能很多人都比较好奇，说这个谷歌 TV Streamer 这个 Type-C 到底是不是全功能的？然后这个 Type-C 到底速度是 USB 2.0 的，还是 USB 3.0 的，还是 USB 3.2 的？还有就是它支持哪些拓展物？接下来我们就实测一下。那拓展物这方面我已经试过了，像这种拓展物都是支持的，就是只要带这种供电接口的，而且是支持 PD 供电的就行。那这种拓展物也没多少钱，应该也就是20多块钱。那比如这个是绿联的，这个应该是某一个杂牌吧，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品牌。总之这两个都是支持的，然后转接出来都是 USB 3.0 的。当然，这个实际速度能不能达到这个水平，等一下我们再实测。好，再有就是这种笔记本的，大家看一下，这种笔记本呢它也是支持的，而且这种笔记本呢它也是支持这个 PD 供电的。这个 PD 供电跟普通的供电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种我就不推荐了，因为这种是笔记本电脑用的，比较贵，100多块钱，为了这个盒子实在是不值得购买。所以如果你要外接的话，建议买这种绿联的吧，这种是比较便宜的。那首先呢，测一下这个 Type-C 的速度，我们接一个拓展物。然后这边呢接一个 USB 3.0 的 U 盘，这个 U 盘的速度绝对是顶级的啊，所以说大家不用怀疑它的这个速度，因为在电脑上它有200多兆。然后大家看到这边还有一个口，这个口就用于供电。好，那目前我已经插好 U 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U 盘的灯已经亮了。然后我们长按设置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已经识别了这个256这 U 盘。那接下来呢，我们打开全部程序，找到这个 AEST Bench 这个软件，打开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已经识别了我的外置 U 盘。没错，就是这个非常大的 256G 的这个 U 盘，就是第一个选项。下面就开始测试。这里面有2个选项，一个是快速测试，一个是长久的一般的测试。我建议大家选择第二种，因为第一种呢是速度太快了，不准确，还是跑一个大文件比较准确。接下来我们就点击测试。这个测试过程大概有1-2分钟吧，我们耐心等待一下。好，那经过一段时间测试，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读取速度呢是39兆，写入速度是38兆。很显然，这样的速度并不是 USB 3.0 的，更不是 USB 3.2 的。很多人看到这里可能就是有点失望了。同时，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内置速度已经非常快了，写入速度138，读取速度191，所以这个外置的 U 盘跟内置一闪存差距还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一代呢，因为它的存储空间变大了，所以其实大家也没有了扩容的需求，也就还好。只不过这个 Type-C 呢，我个人觉得它没有给 3.0 的是非常遗憾的，甚至曾几何时，有同学还问我这个 Type-C 是不是支持一线通的？要支持一线通的，其实电视盒子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我手边呢只有一台，这台是太捷的，它的型号是 V40 Pro。大家看到它也有 Type-C 啊，只有这台机器是支持一线通的。下边这台呢是谷歌 TV， 然后上面这台呢是太极的 V40 Pro。我们首先试一下太极 V40 Pro， 然后这根线呢是从显示器背面扯过来的。好，这边呢我已经插好了。插好之后呢，咱们观察一下显示器上的反应。我们把这个信号切换一下，切换到 Type-C。好，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已经出现了太极的这个标志，证明这根线呢是可以一线通的。好，现在已经出现画面了，没有问题。所以一线通的这个盒子呢，可以说是凤毛麟角，非常少。好，现在我已经换到谷歌 TV 了，大家看一下这个屏幕上的反应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就说明它是不支持这个一线通的。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遥控器的问题。如果说你的遥控器丢了，比如说这个遥控器啊，突然间不见了，找不到了，那其实你可以配一个第三方的，或者说使用其他的一些电视盒子遥控器，其实都是通用的，只要是蓝牙红外的，基本都是一样的。还有这个，这是我前几天买的，拼多多上买的，也就20块钱。非常的便宜，然后手感方面呢，肯定不如原装的，但是我觉得也是够用的。所以如果大家丢了，直接买这种就行了。还有一种呢，就是 Fire TV 的遥控器，其实也是跟这个通用的，包括这种公版的模组也是 OK 的。我们测试一下千兆网口，目前呢已经插好网线了。好，在这里呢，我们打开这个 iPerf3 这个软件，这是一个内网测试的工具。注意啊，这次咱们使用内网做测试，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就是现在很多的服务器都已经下线了，比如说这个网速管家，它是没有北京的这个服务器的，所以说我测出来也是不准确的，所以我们干脆就直接测内网，内网是直接体现了这个网口速率是不是达标的一个重要指标。然后打开 iPerf3，目前是没有打开的，我们点击右侧这个打开。好，那现在就已经开始监听了。我们在这边输入这个电视盒子 IP 地址，然后直接回车。
OK， 大家可以看到，很明显它是可以跑满这个1000兆带宽的。所以说之前网上有一些谣言说它是跑不满1000兆的，这个是无稽之谈啊，可能是它的测试方法有问题。好，反过来做一个测试，同样也是可以跑满1000兆的。所以它这个1000兆网口的速率呢，大家不用去怀疑，那它支持1000兆就是支持1000兆，它不会轻易的变的。好，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三方应用软件。实际上，安装第三方 APK 呢，上一次视频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大家可以参考这个视频。那这个视频下方呢，还有它对应的一个文章，就是这篇文章。大家打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包括这个文件的下的地址，还有怎么去使用的。所以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支视频，讲的已经非常清楚了。而且这是一个通用的教学，所有的安卓原生 TV 都是按照这个思路去安装就行了。然后这期视频的地址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区。那最后呢，我再给出我的一些个人的购买意见啊，仅供参考。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桌面上大概有这么5个盒子，可以说这5个盒子都是各有千秋的，而且它都是旗舰款，当然它的价格也是旗舰的，不太便宜。那么今年这个谷歌 TV 呢，现在的售价呢是99.99美元，我个人觉得是有点偏贵的。现在是2024年的年末，那这个阶段呢，我肯定不太推荐谷歌 TV。但是不代表2025年不推荐哈。假如说2025年某一个阶段，比如说搞一些促销的活动，如果它能降到79美元，那么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谷歌 TV 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非常好的机型，因为毕竟它的系统是这个最新的，而且呢它的更新频率、维护周期也是比较频繁的。所以说谷歌 TV 呢依然是值得入手购买的一个产品，只不过在现阶段它的价格确实是偏高的。那么在现阶段，尤其是2024年年末的这个阶段，我可能更加推荐的是 ONN， 就是上次我们介绍的这个盒子。那这个盒子呢，到目前为止它性价比稍微高一些，它淘宝上的售价应该就500多块钱，这款呢是600多块钱。其实这款也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个是2022年出的，虽然现在已经出了2年多了，但是它的配置呢，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属于比较高的一个配置，它是4+32G 的组合，而且有 USB 3.0，而且有1000兆网口。所以这款呢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机型，就是选这款跟这款都是不错的，只不过这款的界面呢，它是这个安卓 TV 的界面，左下角是 Shield TV 2019啊，这款出了大概有4-5年了。如果说你对于这个次世代音轨，包括什么杜比 True HD， 包括什么 DTS 这些的直通，就非常的重视，那你只能买这一款，因为只有这一款呢，它确实是支持这个直通的。前面这几款它都是不支持直通的，那没有办法，你只能选这一款。但是这款呢，我不建议大家去买这个一手的，因为现在已经出了好几年了，你这个时候再买一手的就性价比就不高了，你完全可以买一个2手的。那再来就是 Apple TV， 如果说你没有优酷、腾讯、爱奇艺这些这个国内流媒体的一些需求，其实你就直接一步到位，就直接买 Apple TV。因为 Apple TV 的这个价格到现在为止已经不是特别贵了，也就1000出头。你想想，这个也1000出头，这个也1000出头，那为什么不买它呢？对不对？所以说，如果你没有优爱腾的这个需求的话，那你就买它就行了。今天这个视频呢，也并不是说谷歌 TV 不好，就是说谷歌 TV 是挺好的，但是呢，它没有到我心目当中那个预期，就包括它这个价格哈。我个人觉得它如果是79美元，那就是非常值得选购的。这些盒子呢，都是我认为的比较精品的电视盒子，其实你买哪一个都不会吃亏的。当然了，除了这些比较高价的电视盒子，其实这款就是电视棒啊，大家看一下，这个电视棒是2+32GB 的组合，虽然说内存小了点，但是它存储空间也挺大的，而且带了一个百兆网口和一个 Type-C， 还是有一定的扩展性的。那么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的预算是有限的，大家也可以选购这一款。这款呢，在拼多多估计也就300多块钱。当然了，还有一款叫K 开头的那个电视盒子，回头我也单独做个视频，那个更便宜。所以平价的电视盒子呢，大家也可以参考这些。好了，那这个就是今天本视频的一个关于 Google TV Streamer 4K 的一个介绍。那希望这个谷歌 TV 呢，下次能够一步到位，多一些这个扩展性。目前这个盒子呢，其实没有太多的扩展性。然后再有就是它的这个 Type-C 呢，不是 USB 3.0 的，我个人觉得就是有一点遗憾。但是整体做工，包括它系统更新维护这个方面是它的优点。好了，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希望这个视频对你选购有一定的帮助。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